2010年10月10日這天上午9點30分左右，首爾江南區一幢不起眼2層小樓，一樓監控室內的幾個警衛正注視着眼前的屏幕，似乎在等待着什麼。這幢2層小樓被四周高高的圍牆嚴絲合縫地圍起來，大門緊閉，如果有人從圍牆外路過的話，根本看不到裡面的任何情況。在圍牆上隱藏着許多監控攝頭，在小樓和圍牆之間還有幾隻受過嚴格訓練的猛犬，它們只有在陌生人闖入時才會狂吠。如此嚴密的安保配置，在小樓2層住着的正是被北韓列為頭號暗殺对象的最高脫北官員黃長業。韓國政府一直對黃長業實施特級警衛，24小時由國家情報院提供的專門警衛小組貼身保護。為防止朝鮮特工接近，黃長業的具體居住地始終是機密。在他活動的2樓有寢室、辦公室、書房和衣帽間等，窗戶用防彈玻璃制成。小樓1層是警衛組工作場所，有闭路電視和感應器監視。光警衛員就有20多人，且個個都是重武裝。按照慣例，警衛們每天上午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監視器查看黄長業的情況。每天上午9點30分之前，黄都會坐到2樓客廳圓桌前的椅子上。但是今天卻出現反常，黃長業並沒有在監視器中出現。這時，負責警衛的職員感覺不對勁，立馬衝上2樓，用值班鑰匙開啟2樓客廳和寢室。最後，警衛在浴缸內發現了全裸半坐在浴缸裡的黃長業，此時的他已經停止了呼吸。幾分鐘後，急促的警笛聲打破了街區的寧靜。一輛警車停在這棟2層小樓門前，周圍的街區立即被封鎖。不久，救護車也趕到了現場，一個枯瘦的老人被抬上了救護車。目睹這一情景的人都在猜測，這位老人究竟是誰，竟有如此待遇。第2天，韓國各大媒體發布了一個震驚的消息：曾經的朝鮮最高級別的脫北者、前朝鮮人民会議議長黃長業，在自己位於首爾江南區家中的浴缸裡離奇死亡。而幾乎就在黄長業於家中浴缸裡暴斃的同一時間，朝鮮半島北邊金日成廣場上人山人海。在勞動黨建黨65周年的盛大閱兵儀式上，準備世襲政權的金正恩跟隨父皇金正日檢閱3軍，接受着10萬群眾持花膜拜和歡呼鼓掌。在北韓金家王朝舉行立儲慶典的同一時間，前北韓最高級脫北官員竟然離奇暴斃，這可是一個大新聞。於是在韓國媒體添油加醋的報道下，黃長業的死被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大家紛紛猜測黃是死於北韓間諜的暗殺。那麼，這位脫北的前北韓2把手的死因真相到底是什麼？剛好在朝鮮勞動黨建黨65周年這個時間點去世，到底是巧合還是有人蓄意為之？黃長業在他最後的日子裡都經歷了什麼？他的最後一天又是怎麼度過的呢？下面就快訂閱 Zero 檔案，我們将為您講述北韓最高級別脫北官員黃長業之死背後的故事。1923年，黃長業出生於朝鮮北部平安南道一個叫三清洞的小村莊。他出身貴族，他們家是村子裡第2富裕的家庭，可以說是衣食無憂，生活安寧。他從小就表現出聰明才智，其父受到家族長輩們的影響，希望黃長業能先學會漢學。6歲左右，黃長業在父親的安排下讀了《千字文》與《三國志》等書。1937年，一心想當老師，但卻由於紅綠色盲，無緣师範學校的黃長業，在招生老師的建議下，考入平壤商業學校。當時的朝鮮正處於日本的統治下，4年後，18歲的黃長業以優異成績得到去日本留學的機會。他去到日本東京一所大學學習，他很珍惜在日本生活和學習的時間。在日本期間，他學会了日語。但是就在他於中央大學法學部學習2年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徵召朝鮮籍日本兵，他被迫返回朝鮮半島入伍，中斷了學業。回到朝鮮後，黄長業在徵用軍中吃了一番苦頭。很快，隨着日本戰敗，
朝鮮青年們自壓迫中獲得解放，有了回家的機会。但黃長業卻陷入苦惱，因為他不知道一無所長的他能為祖國做些什麼貢獻。同月月底，黄長業接受母校前輩的邀請，成為老師。1948年2月，加入朝鮮勞動黨的他，參加了勞動黨中央黨校的理論學習班。據黃長業後來回憶說，那是他思想發展的重要階段，他在那裡有了施展自己才華和理論的機會。課業結束後，黃長業被安排去金日成大學繼續深造學習，並順利通過哲學研究生的考試。1953年，在蘇聯留學多年的黃長業重回平壤，他受邀出任金日成大學哲學講座長，同妻女度過一段平靜時光。5年後，黄長業入選黨中央書記室，去到金日成身邊工作。他的機會來了，憑借在蘇聯學習的豐富知識和深厚的理論素養，黃長業很快就引起了金日成的注意。那時正是金日成在大肆清洗党內異己的關鍵時期，非常有政治鬥爭頭腦的金日成開始萌生他所謂的主體思想。他提出，朝鮮革命應該以朝鮮黨的思想為主體，蘇聯派和中國派採取的是蘇聯式或者中國式的革命方法，不適合朝鮮的國情。金日成給朝鮮內部的延安派扣上了是大主義的帽子，給親蘇派則安排了一頂教條主義的帽子。通過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金日成鐵腕處理了親華親蘇的兩派反對勢力。終於站穩腳跟的金日成意識到，自己急需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論來樹立自己的正統地位。但是金老大雖然搞政治鬥爭是一把好手，可文化水平確實不怎麼高。主體思想的概念是有了，但是在最開始，金老大的主體思想都是通過開會零零散散地說出來，而且今天說的可能還跟昨天的不一樣，很难讓所有人信服。這時的他思索來思索去，認為自己的這些想法還是不成體系，難成理論。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時，他找到了一位高手，黃長業。黄長業的履歷在金日成看來實在太棒了，曾經在日本和蘇聯留學的高材生，還獲得了哲学博士學位，這是那個年代朝鮮少有的高級知識分子。當年在留蘇期間，黄長業受到當时朝鮮旅蘇學生組織負責人金英柱的賞識，回國後安排他到金日成綜合大學擔任教授。金日成綜合大學在朝鮮的地位無以言說，其校長最基本的配置是勞動黨中委，有時候甚至可以高配勞動黨局委。黄長業在這所朝鮮最高學府裡任教近30年，並擔任校長長達14年。整個20世紀60年代，黄長業的主要工作就是一件事，那就是把金日成腦子裡的那個想法形成一套理論，而這是他得以平步青雲最重要的一步。那所謂的主體思想到底是什麼呢？又为什麼會誕生出如此偉大的思想？其實原因主要是在金老大看來，中蘇兩國走上了錯誤的革命道路。1956年，在蘇共20大上，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隸屬了斯大林在蘇聯的大清洗和屠殺。此後，中蘇兩國均出現了反對個人崇拜的思潮，這就讓金日成開始擔心起自己的處境了。為了更好地穩定自己定於一尊的地位，金日成在鎮壓並肅清國內反對勢力後，提出朝鮮革命應該以朝鮮黨的思想為主體，因為朝鮮黨熟悉朝鮮歷史地理、朝鮮人民的風俗習慣，蘇聯派和中國派採取的是蘇聯式或者中國式的革命方法，不適合朝鮮的國情。金主席這話千真萬確，一個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人民當家作主的執政党，當然需要一部符合本國國情的思想巨作。因此，主體思想誕生，成為朝鮮在從反封建主義時期到共產主義時期應當遵循的指導思想。同時，朝鮮勞動黨的黨章也把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體思想作為唯一的指導方針。那麼，如此重要的主體思想都說了些什麼呢？裡面最重要的其實是這2條：人民是革命建設的主人，人民應當接受首腦的指導。首腦是頭，黨是軀體，人民是手足，軀體和手足應當聽從頭腦的指揮。
如果沒有頭腦，就失去了生命。父親給人肉體的生命，領袖賜予人政治的生命。領袖是父親一樣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應當聽從父親的絕對領導一樣，人民應當無條件的忠誠團結在領袖周圍，應當以忠孝來愛戴領袖。領袖是賜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金日成沒什麼文化，當然說不出這麼漂亮的話，這些理論都是出自黃長業之手。而黃不愧為莫斯科大學的哲学博士，在他開發的這一整套的理論中，他夾雜進去了諸如恩人、慈父等等一系列通俗易懂的概念，最終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體思想橫空出世。於是金日成順理成章地成了北韓人民的恩人和慈父。需要說明的是，主體思想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一套理論，還延伸到社会、歷史、經濟等各個方面。比如在歷史觀上，朝鮮史學家們以新的觀點分析和解釋歷史文獻，在許多問題上得出與傳統觀點完全不同的結論。為了使這些成果固定下來，朝鮮在70年代還編寫了一部主體史學著作《朝鮮全史》。主體思想在1977年之後取代了馬列主義，成為朝鮮勞動黨和朝鮮式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1991年底，蘇聯解體，眼看大哥垮了，金老大再無羈絆，他把朝鮮憲法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刪除，從此只剩主體思想。武功大成，黃長業自然少不了論功行賞。他於1970年當選成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1972年至1983年連續當選3屆最高人民會議常任議長，並於1980年起擔任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局書記。不僅如此，黃長業還光榮地成為金老大的2個孩子金正日和金敬基的老師。這要是放在古代，黃可以說是帝師級別的人物了。但就在平步青雲的同時，黄長業的麻煩也才真正的到來。1997年2月12日上午9點，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和一個年輕男子走進了韓國駐北京總領事館附近的一家百貨商店。他們在商场內東逛西逛，不時抬起頭望望窗外，臉上滿是不安的神色。10幾分鐘後，一個身穿暗色夾克的男人走進了商場，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走進了他們。在和这2個人低聲耳語幾句後，3個人出了百貨商店的大門，打了一輛出租車，一直開到了韓國領事館門口。領事館的工作人員將他們接了進去。總領事在此早已等候多時，立即上前熱情地握住了老者的雙手，表示歡迎。老者帶着疑慮的眼神看看總領事，又看看早已禁闭的大門，這才長舒一口氣，坐了下來。他顧不上喝口熱水，就一刻不停地講述起來。為了今天這一刻，他付出的代價超乎任何人的想象。而在另一邊，朝鮮駐華大使館9點正在準備舉行酒會，歡送一位重要人物，但賓客等了好久還不見主角到場，大使館慌忙派人四處奔波尋找其去向。韓國駐華大使館於11點30分向北京政府通報了黃長業和副手金德洪逃亡的消息。下午5點30分，韓國政府發布公告，宣布接受黃長業和金德洪的亡命申請。沒過多久，30名朝鮮特工殺向了韓國駐華大使館，同時上百名朝鮮保衛部的成員也在金正日的調配之下，朝着韓國駐華使館方向趕來。然而他們這一舉動，先不說韓國會如何反應，首先衝突發生在中國境內，如果朝鮮強闖大使館，造成流血衝突的話，那就會變成不可收拾的國際醜聞。當時中韓間的貿易關係緊密，迫於無奈，中國只能先出動了1000名武裝警察，還從部隊調集了裝甲車，攔在了韓國駐華大使館門口，與朝鮮派出的特工在門前對峙。躲藏在韓國使館內的黃長業則是惶惶不安，他很清楚北朝鮮對付叛逃者的手段。幾年前也有朝鮮官員叛逃躲藏在俄羅斯大使館，卻被北朝鮮派出的特工用子彈射殺。不過韓國和朝鮮鬥爭多年，倒是對朝鮮的手段有所防範，所以專門給黃長業安排了一間最隱蔽安全的房間。
由於韓國領事館對面就是剛果大使館，而剛果與朝鮮關係向來友好，領事館的大使害怕對面藏有狙擊手，於是用厚厚的窗簾將這邊的窗戶擋了個結結實實。即便這樣，也不能徹底保證安全，所以在使館躲藏的幾天裡，黃長業和金德宏連燈都不敢開，甚至不敢出門洗澡。每天的食物則是由韓國方面派專人送来，他們盡量吃一些包裝好的罐頭食物和礦泉水，生怕朝鮮派人往食物裡投毒。到了2月21日，韓國方面甚至專門從國內請來了一個最可靠的料理師，專門給黃長業和金德宏二人做飯。黄和金二人就在密閉的屋子裡開始了焦心的等待，他们不僅要牽掛家人，還要在24小時的白熾燈下煎熬。他們看不見太陽和月亮，也看不見韓國人正為了他們的命運而奔走。後來，黃長業在回憶錄《我看到了歷史的真諦》中詳細敘述了他亡命韓國的真相。1997年初，他受邀到日本參加國際問題研討會，實則是到日本尋求糧食援助，但無果而歸。他知道沒有完成金正日親自交給他的任務，回國後會是最嚴厲的懲罰。另外，自從金日成在1994年病逝之後，他一直得不到金正日的信任，因此做了人生的重大抉擇。事後他說是在日本時就萌發了叛逃的念頭，可是到達日本，他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不得不改變了計劃。日本朝總連來的人以保護他為名，一刻不停地跟在他周圍，使他根本沒有脫身的可能。他甚至懷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麼，然後給朝總連發了特別指示，密切集中監視自己。因此，黃長業不得不改在警戒相對疏忽的下一站中國，選擇叛逃。回朝鮮需從東京乘飛機到達北京，再轉列車到平壤。黃長業住進朝鮮駐華大使館。次日，1997年2月12日上午9點，黃長業和他最信任的副手金德宏躲進韓國駐北京總領事館附近的一家酒店百貨店去買東西，而那不過是個借口。事實上，他們是去會見幫助逃亡的人，商量叛逃事宜。之後，他和助手便乘出租車直奔韓國駐華大使館，兩人一進去就受到了庇護。在韓國駐中國大使館滯留1個月後，奔波終於有了結果，黃和金將被轉運到第三國菲律賓。由於菲律賓和韓國關係不錯，二人在菲律賓辦好手續後，將最終抵達韓國。恰在此時，菲律賓的朝方人員也接到了格殺勿論的命令。幸好菲律賓官方偽裝搞得好，那些人摸不清楚他倆究竟在哪裡。當那些特工還在尋覓他們時，黃長業和金德宏早已坐上一架波音飛機，飛向了首爾。朝鮮想強行搶回黃長業和金德宏的計劃失敗了。中國也發布公告，說韓國並沒有綁架黃長業和金德宏二人。最後，朝鮮發布公告，辯解者想走就走吧。巧的是，朝鮮發布公告宣稱黃長業是辯解者的那天，正好是他的74歲生日。黃長業脫北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因為這個人實在是太不尋常了。作為朝鮮主體思想的實際杜撰者，黃不但是朝鮮思想領域的開山鼻祖，更是身居高位的大員，其和金日成的關係非同尋常。金正日更是他的學生，無論何時只稱呼他為黃老師。在朝鮮，這可是無上的榮譽。這樣的一個人，怎麼會突然脫北呢？何況他已經74歲，妻子、3個孩子和幾個孫子還留在朝鮮。按照金家的做事風格，黃長業脫北之後，留在朝鮮的家人恐怕凶多吉少。事實也確實如此。黃長業脫北後，金正日直接怒罵其是豬狗不如的叛徒，隨之而來的是他的妻子和長女被金正日恩准自盡，其餘的家人和親屬都被送往勞改營。在金日成時代，黃長業就確立了自己獨一無二的政治地位。他和金日成可以稱為親密無間的革命戰友，開創了朝鮮著名的主體思想理論。因此，在金日成時代，黃長業一直備受重用。然而，隨着時間進入60、70年代，黄長業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政治鬥爭之中。
這場政治鬥爭可以稱之為繼承人戰爭。隨着金日成老去，他的弟弟金英柱和兒子金正日，究竟誰能接過金日成手中的權柄，成為了人們關心的头号問題。对於兒子和弟弟之間的鬥爭，金日成很是頭疼。他認為金英柱在軍中多年，威望很高，由他掌權的話，或許更利於政權平穩過渡。但是金正日畢竟是自己的親兒子，從感情上來講，金日成還是更偏向於兒子。本來作為真正掌權者金日成的心腹黃長業並不想站隊，然而他卻偏偏成為了這場鬥爭之中最關鍵的棋子。原因在於金英柱想要拉下黃長業，讓自己的心腹上位。所以當黃長業寫出一篇關於主體思想的論文時，金英柱便借題發揮，抹黑黃長業的名譽。而這時候本來處處跟金英柱唱反調的金正日集團，反而推波助瀾，放任金英柱的行為。其實這一切都在金正日的算計之中。他知道黃長業所發表的論文其實代表的是金日成本人的思想，因此如此攻擊黃長業，其實會大大得罪背後的金日成。因此金正日果斷地把水攪得更渾，最終點燃了金日成的怒火，使金英柱在政治上失去了優勢。雖然在兩方博弈之下，黃長業看起來沒受什麼損失，但實際上黃長業險些被免職。而在朝鮮那個複雜的環境下，一旦失去利用價值，莫名其妙死掉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對於當時的黃長業而言，他必須要尋找一個靠山，才能讓自己在政壇中屹立不倒。他選擇的投靠對象便是剛刚在政治鬥爭中獲勝的金正日。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因為1974年金日成正式下令將自己的弟弟金英柱免職並加以軟禁，金正日被確立為唯一的繼承人。而黃長業由於此前的政治地位，加上選擇了正確的隊伍，於是迅速被提拔為最高人民會議議長和最高人民會議常委會委員長。此時除了金家父子，朝鮮上下便只有黃長業的權勢最大了。可是萬人之上的地位卻並沒有讓黃長業獲得安全感，因為自古以來老二就不是這麼好當的。90年代金正日上位之後，黄長業的不安感便更加強烈了。他意識到當權者對自己有所懷疑，畢竟黄長業的政治地位太高，隨時有可能对金正日造成威脅，這就足以讓金正日如芒在背。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朝韓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分水嶺。當朝鮮在蘇聯解體後一蹶不振，即將開始苦難行軍的時候，南方的韓國正發生着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的變化。1992至1996年間，韓國 GDP 增長了 1.6 倍，成為世界第11大經濟體。人均 GDP 也由1992年的6740美元提高到10600美元，初步步入發達國家行列。而黃長業對於朝鮮的環境也頗為不滿。作為一個文人，他一生中最驕傲的作品便是對於主體思想的創作。但是進入90年代之後，由於朝鮮國內对主體思想濫用，使得黄長業对朝鮮政局很是失望。所以大約在1996年，黄長業便有了逃離朝鮮的想法。而作为政壇的2號人物，黃長業的一舉一動備受關注，所以黃才決定趁着出訪國外的機會，實現自己的逃跑計劃。主體思想很偉大，但是創建主體思想的人卻跑了，這對金家的統治正當性來說，是一個無法自圓其說的巨大漏洞。與以往的那些脫北者不同，黃長業是朝鮮權力最核心的人物，他身上攜帶着這個神秘國家大量的秘密。而人到韓國後，他的任務自然就是向世界公開這些秘密。黃長業出逃到韓國後，1998年他出任韓國國家情報院統一政策研究所理事長，1999年出任脫北者同志會顧問，2003年任泉州大學客座教授，2008年任北韓民主化委員會委員長等職務。黃長業在韓國到處舉行非公開的演講會，披露朝鮮鮮為人知的政治內幕。有報道說，
在1998年至2003年的6年时間裡，黃長業先後做了300多場非公開的報告，40多次接受韓國國內外媒體的採訪，並先後撰寫了17本書。黃長業是在北韓面臨重大饑荒、餓殍遍地的時候離開的。1990年代中期之後，所有從朝鮮逃出來的脫北者都有共同的恐怖回憶，那就是苦難行軍與大饑荒。朝鮮的糧食問題主要是從1995年開始到1998年之間，大約有4年的時間，朝鮮都面臨着嚴峻的困境。根據調查的結果顯示，在這段期間內，將近約有200至300萬朝鮮居民因為吃不到糧食而餓死。黃長業在他的回憶錄裡面曾說道，1995年初的時候，平安北道發生洪水，導致發生糧食問題，而一天又一天的過去，到處都可以看見被餓死的屍體。黃長業還爆料，就在朝鮮居民在面對飢餓與死亡問題的時候，金正日卻過着富裕的生活，享受着各種的山珍海味。金正日當權的時候，每一頓飯耗費將近200萬韓元，吃着各種海鮮與名產。黃長業的爆料與金正日的日本廚師藤本健二不謀而合。藤本也說，在数百萬名的朝鮮居民在餓死的時候，他卻為了要準備金正日的食膳，在全世界到處奔走，尋找珍貴的食材。金正日時期，為了要研究保存金日成的屍體，並另外修建錦繡山紀念宮殿，總共花了8億9千萬美金。該費用依照當時的國際市價可以購買600萬噸的玉米，如果當初拿來當作糧食費用的話，或許可以大大的減緩當時饑荒的慘況。黃長業也曾表示，在大饑荒期間，當我看到他為了偶像化金日成而耗費大量資金修建錦繡山紀念宮殿的時候，當下就決定一定要與金正日切斷關係。金正日沒有為了人民採取任何的救濟措施，他只在乎如何營造金日成偶像化，一想到這個就不禁怒火中燒。黃還爆料了金正日與歡喜祖淫亂的猛料。其回憶錄中描述了金正日非常喜歡與親信們舉行宴會，並以此來組建自己的太子班底。在宴會上，金正日與親信們共享自己庫存1萬瓶的酒窖。不僅如此，玩到盡興時，金正日就會讓跳舞的歡喜族女成員脫光光，然後命令在場的幹部們一起跳。金正日還給他們定規矩，只許看不許摸。黃長業披露稱，金正日私底下並不仇視美國，反而是中國讓他最憤憤不平，因為中國掌握了朝鮮政權的命脈，一旦北京斷絕與平壤的同盟關係，就等同要讓平壤政權滅亡。他還說，目前中國東北地區居住着近80萬名朝鮮族人，這讓中方擔憂，如果朝鮮實現自由民主，這一浪潮會否蔓延至中國，並導致分裂。黃長業說，在朝鮮國內，軍隊、警察和被稱為工農赤衛隊的民兵組織人數遠多於普通群眾，因此出現內部變化的可能性很低。他認為解決朝鮮問題的出路並非武力，而是意識形態戰爭。他說，必須讓朝鮮人民認識到當前朝鮮的侵害人權問題，但至於具體的方法應當如何，他也從來沒有給出過清晰的答案。对於黃長業向外界頻頻爆出的猛料，金正日當然恨得咬牙切齒。北韓方面自從得知黃長業逃亡到韓國駐華大使館那時候起，金正日就不惜動用大批特工，在光天化日之下想置他於死地。而等他逃亡到韓國以後，北韓特工對黃長業的暗殺行動就更加層出不窮了。就在黄長業離奇去世當年的4月份，首爾政府聲稱拘捕2名假脫北之名，受命行刺黃長業的北韓特工。首爾中央法院對2名朝鮮偵察總局特工金明浩和董明官分別判處10年監禁，但朝鮮一直否認與此事有關，並聲稱事件是韓國策劃的。據後來脫北的朝鮮情報系統高級軍官金國松披露，在2009年，朝鮮成立了一個新間諜機構，名為偵察總局。當時金正恩正在接受培訓，準備接替他已經中風的父親。金國松說，2009年5月，金正恩下達命令，要組建一支恐怖特遣部隊，
殺死叛逃到韓國的前朝鮮官員黃長業。原因是金正恩想要在他父親面前表現一番，但刺殺行動失敗，2名朝鮮陸軍少校因此被判10年监禁，目前仍在首爾服刑。金國松表示，在朝鮮，恐怖主義是保護金正日和金正恩无上尊貴的政治工具。北韓首都平壤舉行的盛大閱兵儀式於2010年10月10日開始，借着慶祝勞動黨建黨65周年的時機，準備世襲政權的金正恩終於大方地展現廬山真面目，跟隨父皇檢閱三軍，接受10萬群眾持花膜拜和歡呼鼓掌。黃長業幾個月前剛在評論金正日繼承人時說，北韓民眾飽受暴政折磨，喜歡金正日的人極少，金正恩不過毛頭小子，若他接掌政權，將會加速金氏王朝滅亡。然而，在太子金正恩披紅掛彩上位之際，黃長業卻暴斃，難免揣測分歧。因為黃長業死後半個小時，就是朝鮮領導人檢閱軍隊的時間，實在是非常巧合。而韓國警方同樣非常重視黃長業之死，緊急派遣人員對黃長業的屍首進行屍檢，調查分析黃長業死亡當天其居所所有監控錄像。韓國媒體透露，從黃長業居所警備級別來看，外部侵入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那裡不只有20餘名各个配備重武裝的警衛員，而且韓國官方還把黃長業每天活動的寢室、辦公室等房間玻璃更換為防彈玻璃，因而部分民眾的猜測純屬無稽之談。事實也確如媒體所料。次日，韓國官方召開記者會，表明黃長業係自然死亡，家中無任何侵入跡象，遺體也無半點外傷等因素，死亡主要原因或為心臟麻痹。但無論黃長業是自然病逝，還是死的別有內情，對金氏政權來說，不失為一個好兆頭。金正恩一出，北韓頭號內奸便壽終正寢，再不能發出刺耳噪音，真命天子可謂微不可擋。對黃長業來說，或許求仁得仁，他說過，我年紀不小，已不在乎什麼了，因為我的存在能夠告訴世人北韓的惡劣就足夠了。最終，黃長業在自家的浴缸中寂寞死亡，而北方的新主金正恩卻在一片喧嘩中上台。直到今天，金家王朝繼續蹂躪着北韓2000多萬民眾，北韓民眾正與世隔絕，過着非人一般的生活。